大家周末好，今天的视频稍微晚一点，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一些分析。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周我们出现了一个叫做个股精彩纷呈的这么一个走势。我们知道，当指数暴冲之后，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走法，一种是快速的一个衰退，另外一种的话是出现指数横盘，而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赚钱效应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说啊，市场上的指数的大涨和我们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往往在牛市中指数涨得多，赚钱效应往往相对来说容易，但实质上呢，它不完全是同步。比如我们升起来这一段，就是如果你没有抓住那几个大股的话，你往往是很难跑赢市场的。然而呢，在它横盘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个叫做低位或者说底部的这些情绪股，或是个动能股、小盘股的这些补涨，而这个补涨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机会呢？给我们一个赶超大盘表现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礼拜的表现或者说交易怎么样，那么我们能时刻感受到上礼拜的整个这一周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难得的具有极强的或者说非常高的赚钱效应也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赚钱效应周期，或者说我们称为情绪周期，也可以称为黄金周期。那么今天的话，我有几个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么首先我们仍然是作为市场的一个概览，我有很多的数据和图表跟大家分析。那么我会回顾以交易为主，而这次的数据分析呢，我会尽量不用多护空只是给大家展示数据，展示咱们所看到客观的一个分析那么是多是空由大家自己去判断，要不然的话呢，我觉得你自己也做了一个深刻的一个反思，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的观众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投资者们如果你跟他讲这个地方是看风险或看空，他们基本上其他做多他就不会做了。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两边都有些机会分享了以后，我们的听众他在自己内心是比较看多的话或看空的话，他永远会去捡到那一些他想听的那些话，或者说他会去捡到或者说理解成你说的那句话不是这意思，但也会理解成他想要的那个意思，而只要最后结果不如人愿那么就会找这个一个借口，或者说找这个宣泄理由。其实这是我们在交易心理上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点，因为人都有逃避机制都有逃避机制，就是说也有我们人性中的一些懒惰，就是不太愿意自己去分析，想听别人的。可一旦错了以后呢，或者说自己内心其实就在这么想的，但是你错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不愿意去承担，或者说勇于承认是自己的判断，而是要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么这就是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好处，那我干脆就把我客观的分享和数据把它罗列出来，那至于是多是空您自己去感受。那我会把我们上周的交易我跟大家详细的讲，和未来一些大的周期的机会。由于我们是每周才更新一次，所以我不可能把非常详细的30分钟的5分钟的这种机会在视频中每次都给您更新到好，我们开始首先我们再来是老三样市场的概念。那么这一周的话，大家看到没有，市场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后半程，我们的半导体板块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科技出现了非常强劲的，又出现了非常强劲的这么一个走势。而在盘中和我们说周中和周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小盘股强势，小的金融、小的能源还有小的动能股又特别强势，市场上的赚钱效应是非常的强。那么在这个赚钱效应非常强之后，我们该如何去看这个市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NAIM 就是基金经理人指数，他们所持仓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将近90%的状态，他们距离这个超配100%以上其实已经非常近了。我相信就经过这周之后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再增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已经是打进去了该能买的基本都买的差不多了。后面会给大家分享特别有意思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很多被动基金其实在这个位置上买的也是非常大的量。好，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市场的这个情绪指标 AII Sentiment Survey， 那么这里面中性稍微多了一些，然后呢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个地方牛还稍微少了一点，整体上仍然是牛熊比是牛多牛多。然后整个说大家可以看到一年的bullish high就是这个月
那我们上周的分享，我们大家讲到7月的前2周，其实在季节上是非常强势的，而这个地方我们的整个交易也体现了或看到了这种强势。那后面该怎么走，或者说后面我是怎么判断的我会给大家分享几个图。那么第一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节气上，如果你光统计时间的话，我们知道7月结束以后，从8月到10月之间，它的 volatility 会增加。而且我们说，如果假设我们不看任何时间，就是统计月份的话，我们一年中最差的月份往往是哪几个月呢？就是最差的应该是1月，还有就是4月还是3月3月4月我忘了，然后就是8月和9月，最好的是12月还有就是6月7月。所以说我们先看到的是我们逐渐要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波动率增加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张图的话，其实是来自于研报，其实我也是在 Twitter 上就是找到了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seasonality 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它的一个类似的高点的话，应该是来自于这周结束和下周初那么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整个从节气上来讲。那么从节气上来说，整个8月的话也不是非常差，因为我们知道9月往往比较差，但是8月的话整体上就会偏震荡，以及是8月份我们在出现这种爆冲的概率，或者说特别的精彩纷呈这样概率就相对来说低了。那么另外我看到 JP Morgan 的一个分享在这个网站上我发现了是一个，就是他在讲当 JP Morgan 的这些用户他们是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equity exposure。 这个特别有意思，大家注意JP Morgan 的这些 clients 大部分都是大户的很多想法，大家注意看，大户愿意加仓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特别高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上？22年的初，之前21年的对吧？22年的什么？22年的这个低点时候也会。那么这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大户现在也是到了不是特别愿意买的。但是我总体看了一下它的 correlation 这个数据，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人提过，其实我觉得一般，可参考性稍微差了一点点好，那我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资金流入，就说大量的资金从 money market 出来，有一部分是去了 bond， 有一部分去了 stocks那会儿我们可以分享就是 bond 和这个其他都可能有些值得分享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市场上就是smart money confidence 和这个 dump money confidence 在这段时间差别是非常大的差别非常大。那么另外几张图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这是谁呢？这是麦克米兰他们发的，就是这个 put call ratio 也就是市场上我们的 put 和 call 的比，在衍生品市场中可以说是非常现在低的，已经是短期内非常离谱了。就是我们市场上大量的投资者已经不满足于，或者说我们的机构投资者也好，散户都一样，不满足于当下的这个散漫这个投资回报，现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激进的做多，用的是带杠杆的期权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当然你可以说就有一个不太正常，就是20年到这个21年的时候，我们是出现了一个市场疯狂的高峰，那么整个 put call ratio 是非常低的而且持续非常低，一直持续非常低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的话，那当时就是这个一个恐慌之后在这个位置上现在出现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到市场上是非常贪婪的。那么还有一个从宏观上来看就是今年是宏观和基本面的噩梦年，就是今年的市场走势跟宏观和基本面基本都是相左的那么这两张图它表示的是一样的东西那么左边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忘了哪儿的了，右边是美银的，就是说它的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市场上的本质，或者说我们市场上指数或股票的价格往往跟货币政策是成相关性，且货币政策要提前于市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开始宽松的时候呢，市场上就开始怎么样呢？就是市场上开始进行一个准备就开始上涨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货币政策，比如说10年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话，那整个市场维持一个非常好的牛市。而15年之后的话，货币政策继续进行一个宽松。15年之后的宽松是来自于欧洲当时我们说那个叫什么马里奥、德拉吉放大炮，对吧？日本宽松，对吧？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世界上这个央行的宽松，整体上不管是欧洲包括日本可能要停这个 YCC， 就是
整体上宽松的环境在变差的情况下，那么市场的走势跟它出现了一个背离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从我们，如果你是宏观分析的支持者来说，或者宏观分析者来说，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一个分析。但是我跟你说，如果这么一说，最后又扣上你又是大空头，就是挣不着钱就赖你死胖子在这儿啊，就是吧，混淆视听啊，大反指，反正又扣大帽子。但是我必须得说的一点，如果忽视这样的宏观消息，没问题，那你的操作一定要放止损放的严格，和放止损放的非常近，就是说你要对你的操作盯得非常紧负责，而不是说一旦它被套了无所谓，反正还能涨回来。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长期，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因为如果真的会出现一个基本面真的回来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分析有几大方法，一种是情绪面，称为情绪周期分析，第二种我们说是基本面分析，第三就是技术分析、宏观分析。我们有几种分析，它分析或者说得到的一个方法和结论可能不一样，因为大家操作的周期不一样，比如我看多你看空，但是我们时间周期不一样，我们可能操作是5分钟周期、1分钟周期，甚至5秒周期，而你看的是一个周线级别，那我们的操作周期是不一样，所谓看多和看空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首先要说你的多空没有周期，基本上瞎扯淡，对吧？那比如说我宏观上，那我可以说周期放得大一点，那么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背离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宏观的货币政策对于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如果要是微观进去参加的话，你就不能考虑这些宏观的，因为你考虑这些宏观呢，市场的趋势仍然是向上，而且市场的情绪仍然是过热的时候，那么就考虑这些宏观的，那么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的周更新的节目，我就要为大家展现的就是这种中长期受影响的这些数据。那我要是给你看5分钟、1分钟的，主要拼的是操作认知和这个水平还有模型，你不需要看这些，你看这些干嘛呀？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交易的操作时间模型上其实不能混淆。另外一个我是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上次我分享过，我在 Discord 分享了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对冲基金的一个策略，就是什么叫 Long Japan Short China， 就是对于日本的资产进行做多，同时配对做空中国资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Short Interest， 对吧？就是 Top 10的中国 Chinese Tech Stocks 在这个位置上被做空的量是比较大的。那同学马上有人问，代不了就应该返回来做多中国做空日本啊？不是这么回事的，就说我们不能非黑即白，对吧？就是非多即空，你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或者说我们的交易思路。所以我能给你做的就是我要分享。好了，那我们在这个个股操作之前，我想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对指数的这么一个看法。好，对于指数来说，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观察。那么第一个，我刚才说到了市场上的这么一个，我们说市场的一个情绪，像 Power Ratio 啊，这些都低的非常离谱了。那么你说低的离谱，说明就是多和强嘛，就大家仍然选择做多，没有人来害止。那么我其实看到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这个绿色带一冒上来就要下，一冒上来就下。那么我在上次判断的时候，因为我会说仓位的控制，就是我上次的判断冒出来之后，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急下或者是急上，就是它没有一个缓冲横盘，但市场上走的跟我判断不一样，在这儿形成了中枢，就是下上下。还不是一个日线的，就是你日线上的一笔上去之后还不是，这还是次级别的。它你从这个底下比如拉起来，这是一波之后，这是一个高点，然后你再拉下来一个低点的时候，你的这个拉上来，这是一笔上，就是你这个位置上它形成了一个次级别的一个盘整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次沾到这个绿色线晒住之后，它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偏弱的，而且我们这里你要是顶背离什么那都可以，但是我说的是趋势仍然是向上的，对吧？就是说我们宏观上看到了弱，但是趋势仍然向上。那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分享和这个对于我对市场上我们观众还有就是朋友们情绪的一个感知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一艘船，我们画一条船的话，现在大家都是往一侧跑，没有任何问题。这一侧可以赌博，有自助，有音乐，都很好，大家都是往这一侧跑但是有两种可能，就是如果所有人都在船的一侧的话，这个船如果够坚韧，它可能会晃。这个时候很多人发现会晃了之后，它会回到船的另外一侧。也就是说，当你持有大量的股票的时候，你在这个位置上，你非常的贪婪，这个时候你还不愿意卖，
你会觉得它会涨，没有任何问题。但逐渐的有人会冷静下来，可能会进行一个锁力，会站在船的另外一侧，那我们这个船可能会平稳的过渡，或者说平稳的最后就回到平衡上进行一个盘整，也就是出现的是盘整出现盘整，也通过时间来化解这一波不管是估值不管是宏观那么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说真的大家在船上都嗑了药一样现在我可以看到朋友同学们或者说我们的群友们这个情绪非常的恐怖吧，就是不高兴一错过了不高兴。然后呢，为什么不高兴？我说朋友不高兴，我说那我们这礼拜咱们说就算前面你做的保守，那这礼拜我们这么多的机会精彩纷呈，对吧？那么你应该抓住了，你随便抓一笔你应该还可以啊。不行，仓位可能没有大，或者说看到了很多社交媒体上别人晒出来了，又账户翻倍吧，又短期挣多少钱嘛，那心态非常就崩塌了。但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我就想说的是，如果是像嗑药了一样是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大家会像蜂拥的涌向船的一侧的时候，这个时候过于的极端，这个船会翻，而真正的风险是在这翻了以后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它是个平稳的调整，那么我会在这个地方找机会，再次找机会去吃肉，而且一般来说都不会跑。我在之前有一个视频中跟大家分享，我说克服 FOMO 的情绪，第一个就是要30分钟的交易系统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讲30分钟交易系统。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30分钟一交易系统，你在一个多头空头你是如何控制仓位这我时间再讲吧。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能否克制住自己的一个欲望和情绪。那么如果我看到船翻的话，我就会2种方法，一种原来好，一般来说就是站在船边等机会那么如果这次船翻的话，那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心理障碍了，我会往下扔石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这个船翻不翻吧。如果船真的翻了，我已经能做的能分享的这么多你还天天过来骂我，那没办法，那我只能扔石头送你走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就这么残酷如果我不送你走呢，也有别人送你走，反正总会有人送您走。就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的钱，其实当你入职当你入金的那一刻，99%以上的人你的钱其实就是0，你这一次没有失误，你下次也会有最后就是被市场带走这是没办法，这就是宿命吧。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是我的一个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分析和预期。那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一个操作。好，稍微说一下 SMCA 的这个机会。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上一次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给大家做了一个基本面分析，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不是说这时候推荐去买，而是说已经涨了非常多了，如果后面有回调，它是一个炒作的泡沫。比如说像 CCNAI， 我就明确说那是泡沫，或者 Nikola 电动车，我觉得这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呢，这个公司是不是实打实的它在这个段 AI 的受益，我们能不能就是通过它后面有个大的回调的话，我们再次进行一个长期的布局。其实我是这个目的，但最后不是说什么你马上你看那些留言就是什么市场有滞后性，然后我们说的这个都是马后炮或者什么的，就是这些直接就是你害的了其实我给大家看一个证据是什么，就是我们群里小伙伴在5月3号就已经有这个讲的这个叫操作，而且不断提醒这个是一个龙头股。我当时也做了一个分析，自我分析或者说自我的一个反省，就是为什么当时抓了 AMD 没有还加了一仓 AMD 没有加 SMCA， 为什么当时我做的几个股票里没有做到 SMCA， 我去哪些地方懒了没有做这个功课其实当时也做到了。那么就是说从关注这只股票，从3月多关注到5月多开始建仓，到后面的一波一波的吃我自己一个人在抢，我浑身是铁，无法撵多少个钉，而是也是我们做视频的主要目的，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在市场中打拼，互相做照应做掩护。所以我说这个东西稍微提一句烦。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跟大家稍微更改一下我的一个更新方式。那么之前我是说看到一个留言说让我拜托多更新个股，好让我们跟你反着操作。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留言我都看，我也能理解大家的想法，而且很多时候我看留言就是说的是张嘴就胡说八道。比如包括一个留言说我是从6月就是说
已经错过6个月了，还要再错过6个月吗？那是你，我没有错过6个月。还有就是我从2月开始就做空，所以我就说张嘴又来胡说八道。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干脆我准备建一个镜像仓，就是把我的一些操作镜像到一个可以公开的，比如像 Collective Tool 还有另外的几个服务上，然后你就去看这个仓位你就要去看我的这个操作，包括我的这个波段操作，大家可以看到从3月1号过来之后，差不多这个交易量特别少交易量特别少。那么我们的朋友群友也不满意，说交易量太少了。那么下面呢，我说那就是上班族，我们一次一只股，那我也是几个月都找不到，1个月2月都找不到一只操作的那么也是太少了，交易太少了也不爽，那么交易个股也不爽。那么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无所谓了，你们爽不爽，对吧？因为我还有频繁交易的，对吧？就是频繁交易，那今年的收益已经80%多，但是问题是什么？频繁交易它胜率就特别低，所以在胜率、在数量、在质量上，你没法做到3项全部占有。我既要稳又要准，然后呢，我还要放大仓，我还要狠，就是你没法做到全面拥有，真的是没法做到。我只能给您提供一项，要是这个东西每段都能吃到，我就必须胜率低；要是我胜率，我每次只找一股股，我大半天几个月都出不来一个，这是我的一个个人风格。所以呢，我打算用的咱们就是公开的这么一个东西，到时候呢，我会更新。我们是怎么去更新呢？我就去经营类似于一个是模拟仓或者放的，把我自己的账户做一个模拟，比如说我在自己账户买一个仓什么股票，然后我就镜像到那上去，然后呢，不同的策略我开不同的一个策略上，然后呢，如果你认为我是反指，而且都是要反着操作，你不要，比如我买500股微软或者5000股微软，我5000股微软或500股微软，就看你的仓位了，无所谓。比如说你不需要我买500，你就是空500，你敢不敢在那儿卖500个 call 或者500股的 call， 买5个 call spread 也行，就是只要横盘你也赚钱都可以你就可以跟着我反向操作。如果您通过我反向操作也可以赚到大钱的话，那我也是为大家做出了非常非常重大的贡献。但我相信希望大家不要张嘴你们来胡说八道什么叫做空了6个月什么叫做什么从6个月都错过了，还有什么从2月以来就在过空就是这些，还有就是剩下就是人身攻击什么的这些就不要有了。所以我打算是这样做以这个真刀真枪真刀真枪，咱们就是也不用废话了。比如你说的什么观点，5个月以后就回去 call back， 说我之前年初就看到这多什么，那如果跌的话那不吭声呗。其实这个成本低，但你真刀真枪在市场中，你就要展示出你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交易，那我就给大家，咱们就真刀真枪做呗，对不对？那大家也可以看到，经常有卖飞经常有没操作，或者说经常有止损，对吧？如果你去看，如果不服，大家咱们就是比业绩也挺好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说多了，我们下面的话就是更新一下仓位。首先第一，我刚才说到了，对于市场的判断，我当时判断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突破，它应该不是暴涨就是暴跌，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进行在我们6月23号做了一个双开的话，我下了非常大的仓位，我就是这个时候是8月份的有 5%， 然后9月份的没有，然后呢10月份的2仓5%那么这样的话呢，分别是下的这个3仓的仓位，我在视频中给大家分享过，所以只要有分享，我说了，我的分享全部是闭合的，我给大家分享了，我就会在这里跟大家更新。那么首先我说了8月份没有实现预期，我的判断是不对的，就是它没有出现直上直下，要不然的话是闪崩，要不然是暴涨，都没有实现。而且我们当时找到的为什么在这开，因为当时的那个期权的价格非常低，而它稍微上涨了一下之后马上就跌下来了，就是 VIX 你看它弹了一下就下来了之后，我的这个仓位其实没有吃到我所目标的一个位置之后，我没有动，其实一开始是盈利的，但我没有动，后面的话它就是不断的亏损的，所以说最后没有实现我的预期。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是7月中旬了，那么对于我来说，一个8月的仓位，你要是7月中旬的话，还剩大约1个月的时间，它就要什么呀？就要过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时间的磨损就会进得非常大，必须全部止损，就是我错了就止损。所以我5%仓位在这个地方是做错了，所以每组要亏损2/7，或者说你2.5%吧，就多少都行。那大约我每组就按30%做，
所以我这个仓位的亏损就是大约占我整个仓位的1.5%的2%，也就这是我判断错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是亏的啊。那么另外2个10月份的都没有亏钱，那么2个10月份的没有亏钱之后，我怎么处理的呢？10月份的下边的那个460到400是赚钱的，那么470到390是小亏的。那么在一起的话，我现在发现市场走的偏高，而且靠的量比 put 要大。也就是说，你再跌下来，如果万一再跌下来的话，那我靠我的损失就肯定是亏的，因为你靠现在大，你 put 现在小，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动作，一个是我把靠的量进行降低，然后对 put 的量不动，还一方面就是说我卖出一部分靠进行锁利之后，同时把一部分的利润换成什么向外肉一个 call spread， 就是我再做一个 call spread， 然后做了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平衡啊，相对来一个平衡。那么如果再继续涨的话，我仍然是保持相对平衡的这么一个持仓啊，直到哪天涨得非常多，让我的 put 这个价格虽然跌了，但还剩点，也就是说我可以比如涨得非常多的话，那我剩下这些 put 让它变成纯利润，或者说成本非常低，目标就是让put 这一侧的成本变得非常低了以后，那么如果后面万一船翻了，那么我其实就不用扔石头，我就已经有一个大石头给你砸下去了啊。那么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盈利。如果没翻没关系，那么我整个这个仓位尽量保持我不会亏非常大。所以说这就是我现在这个月啊，如果你说我错过了没问题，但是如果亏或者说全是做错的，或者说全是亏了，那么这个就是我这个仓位亏的，而且我跟大家也是坦诚不公的说了仓位和我们的亏损，那我整个账户这个地方差不多就亏了2%，加上之前我们下了5%的一个空仓，我肉的10月份大约亏损60-70%，那么这个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一个4%到5%，也就是说从6月到7月，6月整到7月，我所有的空头或者说所有的操作上亏钱的仓位基本上加起来大约5%到6%或者6%到7%啊。那么这是我一个仓位。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说 Snap 的话，我在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埋伏啊，做了一个埋伏。那我们来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图啊，来看一下图。Snap 当时是在这个小的平台上做了一个期权的埋伏，那么差不多在往上拉升的过程中，也看到了这个大拉升，我当时目标觉得15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阻力，所以下了大约15块钱的考，那么当时是4毛多，最后是9毛出了一半，然后1块2出了一半，那么平均下来的话，那是一个2倍半，所以说那么当时的仓位下的太小了，大约0.5%，所以这个仓位的盈利大约1%不到。那么大约1%不到，所以这是我对 Snap 的一个操作。那怎么做呢？就不是从底位了，而是在这个横盘区到紫色带这么横盘区的突破，所以我们在这个横盘区这个突破附近进行了2次的这么一个操作这是关于一个 Snap 的。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想说的是市场非常火爆，火爆的话，那你说我没有抓到我的这个波段呢，其实这个波段我没有抓到，还是回到我们说 SMCA 的，就是我们很多小伙伴身边的小伙伴他是抓到了做了波段，而我没有做到波段，而是我是长时间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叫做日内的这么一个交易，尤其是当天这就有24%的一个收益，那么当天这个位置上就涨了21块钱，那么对于我来说，上下午各做了2波日内，我可能也没有吃，我也不可能吃满21块钱。大约是上午是6块多，下午是6块多，上午7块多，下午6块多，大约是13块钱。那么就是我日内的一名操作。假设说你只是有10%的仓位，你这10几块钱，就是说你这仓位其实这一波你也可以吃到大约多少呢？大约1%的收益。就是说你最差这一波你是收益非常好，而且什么？它的情绪非常好，就是沿着50线一直向上冲。所以是这个整个我们赚钱效应最强的这个一个板块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主要日内或者说我们来这个快钱的一个所在地。那么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大家看到这里是标准的大头肩底，所以我们也找到了一个中长期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中长期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股票的股性飘是比较难做的。为什么？因为他特别喜欢做这种小的假突破但是你看这是个大的左肩，这是右肩，然后这是个底部。那么他在做横盘之后，这里突上去了之后，如果能做一个相对来回踩不破再向上，我们离这条线也就是85
5左右这条线越近，我们的止损就越小，越好做。那么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说冲的太猛那么出了后遗症那么比如说这个位置上冲的太猛，出了后遗症，那么在这翻上去往下掉的话，那么它这就是一个头肩底的失败了。那么后面的话有可能会有非常非常恐怖的走势。那么先不看，我们先看能不能离这条回到这个黄线这儿，也就是大约85以上左右，能不能离它越近。那现在你85买的话也可以，你止损就20块钱，就稍微多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头肩底简单的去一个测算的话，头肩底的话，那你这个位置上是上只有40块钱，那其实只有1比2，1比2的比例对于我们交易来说稍微低了点。我一般不会开1比2，一般都1比5到1比7来做。所以呢，我就等它什么时候回来这儿越近。那比如说呢，就涨上直接冲上去了，那我就错过了 ，so what， 对吧？好，那么另外一点，我想看到的是 Snap 矿说完了之后，说到一个就是 Z， 我们上次更新我们说到 Z 在这儿吃了一波。它的一个突破的吃了一波，一看走弱了之后，我们出来了之后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当它的这个突破形成了一个假突破以后，然后呢又快速的出现了一个反转，对吧？又快速的出现了一个反转。那么我在这个位置上马上进行一个叫做纠错买入，在这个位置上我是马上进行了纠错的一个买入，马上进行纠错买入之后，大约在51块左右。进行一个买入之后现在持有，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了那么之前是吃了一小波，这次看看能吃多少波。那么总体来说这个仓位应该是不会亏钱了，那么就是买入价止损。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赌场板块在上周也是非常强势，不管我们说我找的是米高梅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这种类似于 Cup Handle 或者说 VCP 都可以它的一个突破，这是我们交易过程中最稳定的一种模型，或者说最好的模型之一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整个这板块都比较强，比如我们说这个富博电视，大家看这里它向上弹的是非常多，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金沙这个地方它其实向上走的也比较强势，但是从形态上我最喜欢米高梅的这个走势，正好形成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碗口型上攻，这是我最喜欢的交易模式之一那么这是我做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半导体板块的话，我们看到美光在这个位置上是形成了一个大圆弧底的突破，然后很可惜形成了假突破。那么如果假突破成立，它向下的突破就是跌破这个位置的概率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认为这个假突破就做这个假突破，那么它向上正好反弹到了大约64这个位置上，那就好做了。那么就在64这个位置上先下点 put， 然后再下正股。那么如果它向上突破回我们说66以上这个位置，那我止损大约2块钱，那我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可以就是把它的空仓出掉。那么如果一旦比如说被我说中这个假突破成立，假突破一旦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向下的话，那这儿估计先看大约53，那如果53不行的话，那就看49。那如果它可能就是绷不住的话，那它向下的话，那这个空间你想止损是2块，那向下这个空间20，那至少是1比10的一个交易，那我们盈亏比非常好，我会在这里继续做。还有就是我看到了 income 一个 strategy， 那么就是大约350，我认为 SPX 350在8月之前是一个不错的，我就卖了350和450说错了，450和455的这么一个 call spread， 那么它的现在价格能卖到将近3块，那么我最大亏损呢就相当于是2块，那么它就是一个1比 1.5 的这么一个交易。那么对于现在这个位置上配合我们这个绿色的线我做了 income 的一个 strategy， 那这是我最近的这么一个判断吧。那么回到我们所说的对于市场的一个观察，就是大家有情绪有怨气没关系，但是市场就是市场市场有它独特的走势和魅力，所以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仍然会这样的，我说肉要吃，血也要喝就是肉该吃的时候吃。我说的这些包括我们的突破，包括说市场上强势的就情绪化的炒作，该做都做，都去参与，但是一旦赶上转势大石头伺候也要喝
选，而且我认为不会是一个，就至少现在来看，我不认为会是一个什么呢？温和回调让你上车的一个机会。因为我在最后，咱们这最后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坚持看完啊？我最后跟你说一句，市场上没有一次会让普通投资者或者散户赚到钱的，没有一次，也就是意味着没有一次让你轻松出来了。等你出来的时候，必须带着血，这就是市场的残酷性啊！经历了好几次都是这样。那么提醒风险很容易被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分享我的观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忘加我们 Discord 或者是实时更新Discord， 或者是给我们点赞分享吧。然后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